薅一个叶，它就回五六个。啊，这叶薅了都不香。不行，换一个就回五六个，只能把那个水和泥养。真的，你薅一个叶，你撂撂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我身后是一片莲花池，但这个莲花可能是很多人说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。老狼为什么要来拍一遍呢？这个村子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雷家店乡莲花池村。这个莲花池刚刚跟老人讲话说，不知道说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莲花，就是很多年就有这个莲花。这个村有几个神奇的地方，其中之一就是这片莲花池，然后对面的树，还有就是井。传说这个莲花呀，这个莲藕拿到外边去是摘不活的，只能在这里长，也不是跟水有关系，还是跟这个土有关系，就是这里边的莲花移到外边是移不活的。这没有，以前就一大啥的，印的。啊，这个印大了。这果子西红就可大了。原来也是跟大井似的啥呀？原来就是一个大坑，泥坑似的。原来就是一个坑。咋动也动不死这玩意儿。啊，动也动不死。动不死。后来说是大爷说是这花是拿别处还摘不活。摘不活，这花你摘活？摘不活呀？摘不活。就是这个藕和籽儿啥都不活。它就在里用挠，就跟地瓜似的。跟地瓜似的。挠，那挠你挖不着。挠。是挖不出来还是挖不走啊？挖不出来。挖不出来，长太深。这里有一根管子，这根管子其实看起来很平常，就是一根普通的水管。但是它不平常之处在哪儿呢，老李？上面一家打井打漏了，井喷。对，这个村子打井有一家打出一眼井之后，井水往出流不停，然后每天都在流，把村里流的全是水，没办法了，村里修了这根管子，把这个水引到这个莲花池里边了。引到河里去了。这是一部分。这是一部分水。啊，那边还在淌呢。对。这是没有水泵的啊！你看那个水往下淌，因为现在是枯水季，现在水位比较低，所以说这个水量也比较少。如果是雨季啊，或者是就是水比较旺的时候，这个管里边水是停不下来的。这也是一口井，这是村里原来的泉眼是吧？老泉眼。上回大爷说的，始终往出淌水，始终往出淌水，整不住。然后搁几床棉被，塞泉眼里，然后抬大井盘啊，给压住了。这家就这么说吧，这个神奇的地方，如果是走进科学来拍，最少拍3期，那够，最少拍3期。这个村是就是很神奇。我们现在走的落差和我们停车就是莲花池那个位置的落差最少10几米以上。主要是水非常好，像大爷说这边人都很长寿呢，还长寿。哇！这块因为它这有个井，是不是这个井淌的水？家里有人吗？好像没有人呢。应该就是这个井，刚才我听着里边哗哗响了。看不见。但是隐约能听见水声，应该就是这口井。之前他们打这个井的时候，这井水就是留不住了，始终往出出。后期没办法，加了根管子引下去了。那个打井的家里没有人，没办法啊，就是回了。然后一会儿看看村里有没有其他人，咱们可以问一下。这棵树是棵连理树。您好，叔。这个莲花池有多少年了？这个有年头了。有年头了。上千年了。上千年了。那个没写，那大棚子哦，我没注意看，我没看见。啊，上千年了。上千年。然后说这个移到别处移不活呀？啊，有。你们都移过试过呀？就移不活。你小时候就有这树吗？能有30岁吧，有了。这树30多年啊？啊，树年头不多。对，这是那情侣树是吧？情侣树。长到一块儿了。长一块。这是一棵树，2棵树到底啊？两个是
它倒了，我有扶起的家，啊，2棵树。2棵树，就2个秧。啊，两个秧，2棵树。时候就2棵树是吧？啊，对啊，不是1棵树啊。啊，对。啊，摘时候就2棵树，然后长到一块儿去了。啊，长一块儿去了。啊，那你说这年头应该你那会儿你应该知道。那肯定知道。倒了，能倒这么个条。啊，您今年多大年纪？我90。69。哦。那井淌4年水了，还在淌。不管它直流啊，就是他打完就往出出水是吧？他们家用水不抽了。啊，跟那管都往出流。那哗哗的，那是能干的。不是比这个流得快啊？还淌着呢，有淌泉。这井最神奇的地方就是，你看水面只比这个地面稍稍低了20公分，地面20公分就是水。然后这个水现在这一段比较旱，所以说水就是淌的比较少，要不然顺这儿往出淌水的。哇，这井水直接就能够着。啊，好甜啊，好凉啊，这水啊，这里边真西瓜行啊。这个井冬天冻吗？不冻，也不冻吧？搁尺腰，搁尺腰的，6.5米深。后面那坑子早先那时候没修，就是一个坑子，敞着一个坑，它不动吗？咋整它不动？啊，这水都不动。池莲花池里边呢？那个洞。这个洞上面的池不动。莲花池里边不动。啊，这个上面的池。莲花池里边动，上面的泉眼不动。他俩不动。这井有多少年了？这可以让这个老辈儿你都断不出来。老辈儿都不知道有多少年。就跟那个跟我们那个鲜花完了是水鲜花都不知道谁。花也不知道。那谁说了？刚刚那个叔叔说有1000多年了，这莲花。多的老辈儿都不知道，还得多，80、90岁都不知道。薅一个叶，它就回5、6个。这叶薅了都不香。不行，换一个就回5、6个，只能往那个水和泥养。真的，你会薅一个叶，你撂了。是你不管那个春儿还是鲜花，不知道哪个种子给留下，谁也不知道。就100多岁的都不知道。啊，也没流传传说啥的。不知道。啊。最大岁数多大岁数？90，哎呀，有89、90来左右。啊，90多岁。这船早旱干了，那不1年不是2月被旱没了吗？这不是历来古来这是对，这莲花就得这水供着，就得那个上面他那没那船它不就得他供着山都旱了，谁挑水浇他去？就得他供着。有道理。不是那个泉里边到底是不是跟棉被给盖上了？瞅着流不了水，他钉点上就是钉点下往人渗，他得供。对，供这香花的。不是这个池里原来是有泉眼呢，我拿棉被给盖上了。棉被盖上了，你搁碾盘压的。棉被加碾盘。棉被压碾盘，你完了搁他妈5斤尿瓜堵那眼上了又，完了碾盘不有眼不的呀？啊。搁5斤尿瓜塞上的，不往上钻。风水，这是风水，宝地。要不然这地儿都水吧，都成河了吧？那可不，你现在不这水往出流呢，了的了吗？他们说那个泉眼里边有碾盘，还压着棉被。我想用这个水下相机放下去看看，但是年头多了不一定能看见，因为还是生产队那个年代，压的那个碾盘呢。这么多年下去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碾盘。把这相机放下去，咱们去看一眼。它这个水泉眼应该是在北边比较高，咱们从这儿往下放，看一下，从这儿放下去看看，这边应该是泉眼，没有草。
我们也往回走了。今天就一点遗憾，就是没看见那个打井那家人，要不然看看他的井，把盖儿打开，看看水都怎么往出淌的。旱死的好像是旱死的，但是那个水管呢，确实是在往出淌，那管就是从他们家出来的。而且现在这个水还是比较枯水季，好多河里边都没有水了。他们的井在高于这个这个下边这个井，还有这个莲花池，还有高10几米的情况下，还在每天往出淌水，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。这个位置在建昌县的雷家第二乡莲花池村，对，莲花池村。到这个村里边就能看见，就在村的正中间，有一个莲花池。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来这儿的好时候，能看见莲花，还能喝一口那个淌泉的泉水。